裴洛西他离开台湾之后，台海中线早就已经过中线了。海巡署一般来讲，他都是假装没看到啊。开的意思是什么？他只要一过中线就开给我们看。中国海警会骗人，中国大陆的官方会宣传 ，AIS 总不会再给你骗。两岸之间啊，要和平的，大家能够坐下来谈，必须要是大家互相尊重，不要去一天到晚搞什么抗中保台。竟然开定位在我们这边晃，理论上他要被逮捕，撞了我们的船之后，他就不走了，撞在水线之上，那个洞破很大，海巡拖拖拉拉的铁壳渔船呢也不停下来，开着 AIS 晃到过了海峡中线，一过去，结果对岸的海警在那边等他，检查完船就把船带回去，那这次就没下文了。海巡署宣布有一大堆的对岸的渔船跑来我们这偷捕啊，这个是很常见的，后来就不了了之。对岸福气休渔，他大喇喇来开 GPS 给你，这个是海上民兵的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共军呢最近宣布结束30个小时的巡航执法。央视报道，8月17到8月18，大陆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海救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台湾海峡是大陆沿海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对方就是实行它的海上监管作业。这个事情在台湾没什么消息。它这次重点的执行有没有对我方形成了禁限制水域线？它也没有进入12海里的领海，或者是24海里的临街区，其实都没有。海巡06、东海救115、海巡0802这3条船共同进行了这一次的台湾海峡的巡航的一个任务啊，30.5个小时，巡弋的范围到达413海里。既然公布了经纬度啊，那我们就来瞄经纬度。红色这条海峡中线，巡航编队其实已经跨越海峡中线。不过我必须这样讲，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他离开台湾之后就没有海峡中线。中国大陆对于今年2月14号发生的金门快艇翻覆事件，然后我们这边通通不起诉啊，对于这些艇长以及他的驾驶不起诉，中国大陆是不认这件事，完全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很长一段时间在中线以东啊，可是如果按照台湾的海巡署只有3.5海里，可是我用这一点量，你要到达这一点，它才这个 GPS 才会显示在这一点啊，向东进入4.5海里了。大家争议这个没有意思啊。我们讲到说，交通运输部福建海事局的副局长他讲说，对台湾海峡的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切实保障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作业的船舶经常发生啊，只是海巡署不认啊。我们讲说现在有公开资源情报，国际海事机构它的规定啊，你如果是公船海巡06，或者是中国海警啊，或者是台湾海巡署啊，或者是各国军舰，你可以不开 AIS， 但是他们故意开，他开的意思是什么？他也不是天天开，他只要一过中线就开给我们看，说其实他在中线以东，是去年的7月所发生的，他都过了海峡中线，这么深啊？对啊，都在西美的西南这个位置。中国海警2501，吨位是5500吨啊，其实是差不多吨位的一艘船。AIS 它描绘的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你看这里写很清楚啊 ，China Coast Guard 对2501，海巡署一般来讲，它都是假装没看到啊。中国海警会骗人，中国大陆的官方会宣传 ，AIS 总不会再给你骗。大陆的福气休渔，他们的船只是不能出来的。然后最扯的事情是，那一只船是一个铁壳船，然后它是有定位的，竟然开定位在我们这边晃，理论上它要被逮捕，因为捕的时候呢撞到我们的船，撞了我们的船之后呢，这最神奇的是它就不走了，它就留在那边，我也不知道它在那边干嘛。然后我们的船被撞了一个大洞嘛，是那个高雄籍的渔船嘛，这个撞在水线之上，那个洞破很大，船长太太就赶快打电话报海警，报我们的海巡，海巡呢拖拖拉拉的这个铁壳渔船呢也不停下来，开着这个 AIS 就一路晃到过了海峡中线，一过去，结果对岸的海警在那边等他，检查完船就把船带回去，那这次就没下文了。当时我们的海巡署宣布，因为有一大堆的这个对岸的渔船，船长他打了电话11点，你船才到，那你后面在驱赶的船到底是哪里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后来就不了了之。我是觉得很愤怒了，对岸福气休渔，他大喇喇来开 GPS 给你，这个是海上民兵的吧？这太夸张了。当初我们海委会的主委管碧玲他讲的，遇到现在这个状况，海巡06的这种船，海巡06是6600吨啊，做了一次内宣，你就要不知道讲多少次谎话，结果总有一天被拆穿，就是这个样子。不如坦白的讲，中国大陆它的一样海事局啊，它公布了一个船舶与海上设施
这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啊？对于海峡中线有关于台湾附近啊，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说明啊，但是它的说明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国际海洋法并不相同。就是我们看到台湾海峡以及台湾南海的台湾不超过50海里的都是近海航区，我们台湾的东海岸也就是不超过10海里的地方是所谓的沿海航区。它为什么定地这些航区？因为航区就是提供了未来无论中国海警，或者我们这次看到的交通运输部要执法的时候，它必须要有法源依据啊，这个就是法源依据，它还配合了这个海警法的部分啊。海警法的第3章的第16条，近岸海区跟沿岸海区，海警法里面并没有讲管辖海域，可是它在我们刚刚看到的上海的东亚研究所的这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巡查行动，说这个现在叫做灰色作战。那是不是灰色作战呢？讲更直白一点，我们每一次如何的去拿小扁钻去刺中国大陆，禁限制水域4000到6000码的这个范围里面，它尽量的不会有它的海警船或者是海巡舰进来我们这里。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海巡，中国海警经常进入这个范围，而且他是故意的。这一次他又故意去走了海峡中线，交通运输，而且这交通运输部也太夸张，它有6000吨级的船但是我们这个最厉害的国防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常常接受访问，这一件事情它会造成管辖膨胀至台海中线，早就已经过中线了，你怎么叫做膨胀至海峡中线呢？然后它是一个海峡中线以东吧，台湾周边的水域啊，现在执法的情形。但是我们如果很持平的来看啊，中国大陆有没有把台湾海峡当作内海啊？如果当作内海的话，其实上个月月底的时候通过的美国的驱逐舰以及加拿大蒙特勒号，他就应该要阻挡你了。如果是内海的话，不过加拿大很客气啦，他开完之后他才告诉我们，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是为了消除管辖地带的空白，其实一直都没空白。我刚刚讲了，我们从2020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相关法令已经进行修改了，更别讲2021年它对于海警法的通过、海上交通安全法的通过，它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法律的体系啊，它也没有说否认我们的法令。两岸之间啊，要和平的大家能够坐下来谈，必须要是大家互相尊重，不要去一天到晚搞什么抗中保台。马总统那8年啊，无论是在社会经济或者是两岸的关系是最好的一段时间。实际上来讲，他能做的也就是并航监控。他曾经阻止过谁？没有阻止过哪一艘船，哪个国籍的船。美国在挑事。那所以我们这样讲，美国一直在指控说中国就是要把南海、台海给内海化，事实上没有岛屿嘛。疑惑是在这里，就是其实我们对这个概念黄海以南到底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习近平主席他强调的这个世界的运作应该是在国际法这一个框线之下，而不是以秩序为基础。秩序谈的是美国秩序，所以美国常常讲说以秩序为基础，但是习近平主席谈的是以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其实中国大陆都是在有关于国际海洋法的一个框线之中。